好，来看看今天我呢是给大伙带来传说中的冒险岛系列啊，冒险岛2也是从冒险岛这个系列变得非常好玩的一代开始。我不是在吹牛逼说一代不好玩啊，我实在要跟大家伙讲解一下，不是一代不好玩，而是呢一代确实系统的过于单调。它虽然说很经典啊，但是它确实过于单调。而我们看一下这个合金弹头是吧？冒险岛2呢就不一样了。咱们有这个小龙啊，这个我管这个龙叫屁龙啊，看一下瓦龙啊，这个叫屁龙。这个玩法呢还是冒险，然后呢也是有咱们的这个除了有载具之外呢，咱们还有这个加分系统，也有这个比如说啊有什么茄子、天使啊，还有一些闯关系统，还有 BOSS 系统。之前我也是解说了这个冒险岛的这个速通，今天呢给大家伙解说的是冒险岛的摊分啊，冒险岛2摊分啊，摊分啊，这个摊分的话呢，要跟大家伙讲解一下啊。倒也不是说那个特别极限，因为人脑嘛。首先咱们要打全路线啊，首先是就全地图肯定是都要打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咱们就是这个路子，然后呢，时间可能还会非常长一点。不过呢嘛，作为一个休闲为主的一个可爱的游戏，高桥名人救媳妇这个故事也不是1天2天了啊，对不对？咱们从冒险岛1到冒险岛2、3、4，还有很多冒险岛的版本都一样。这个高桥名人呢也非常被黑啊。为什么说非常被黑呢？就是说，民间坊间传说有一个人叫高桥名人，他的手速非常的快，他快到什么程度呢？可以连续点击怎么样？但是这个传说呢，很遗憾，我告诉大家伙是假的，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武功，对吧？是骗人的，我不说你不知道啊。童叟无欺一直是我做人的根本啊！我跟李小龙、成龙都是师兄弟，我有炫耀过吗？啊，对不对？确实是这个样子啊。咱们的积分系统呢，你看除了吃分，然后上天吃分之外呢，咱们这里面呢少了那个奖杯的系统，但是呢，咱们还是有这个体力结算的系统啊，咱们还是可以多加点这个分数的啊。走全地图，然后咱们直接就是打 BOSS。这边呢可以存这个弹龙啊，有的是屁龙，有的是飞龙，有的是水龙啊，对吧？这个屁龙就不多说了啊。今天的操作者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姹紫嫣红啊，这个名字每一个字都不一样，但是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高桥名人和高桥名人和高桥和希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叫什么高桥圣子啊是吧啊，200分，这个蛋是随机的吗？我不太清楚啊。最多能吃2000分，咱也不知道这个蛋是不是蒙的。如果是蒙的话，那就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啊，就得用 TAS， 对吧？就直到吃到2000为止。刚才那是吃了一个1000分啊。好，有联机系统没有？200分。啊，有联机系统。啊，这个人操作不错，兄弟们啊，这个人操作不错。这个姹紫嫣红啊，确实是啊。我在日本明星，我认识的那种正经的明星啊，我认识的非常少，我认识都是那些不正经的。我实话实说，正经的其实我就分2个人，一个人是那个长泽雅美啊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呢是那个就我说的是女性啊，就是比较粉的啊，排名前2个的啊，第一个是长泽雅美啊，并列的。还有一个人是谁？大家伙儿我不用说，大家伙儿也都知道了，是国民媳妇嘛啊！这是你们猜一下，我估计你们不用说，你们都能猜到的啊。但是呢，这个不正经的我喜欢的就非常多了，而且非常的广泛，而且排名都不分先后。哎，怎么说啊？石原不是石原，是新垣结衣，上原雅一，是吧？行，好了，看看哪个蛋是啊？我操，这是个奖命，但这个奖命好像跟加分犯冲吧？可是有点犯冲啊。桥本环奈我不认识啊，我认识桥本有菜，桥本有菜啊。啊，黑桃这个扑克卡牌就是咱们的龙啊，黑桃龙应该是屁龙，然后咱们这个是火龙啊，瓦龙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长泽雅美、麻将，还有新垣结衣。
是这样的，没错。但是呢，问题在于什么呢？好，上天了，它这个是钥匙上天，咱们这个没有奖杯结算双倍系统啊，摊分起来呢还是要看技术。好，这个跳居然可以延迟跳，那有一个方片的卡片啊，你想吃的话也可以要那个龙的啊，就是水龙、飞龙、火龙还有屁龙啊。为什么要叫屁龙呢啊？小狼认识田中瞳，田中瞳我不认识，我只认识他那一个巨乳啊，巨乳系啊，非常的赖。其实那么大我就觉得没意思了，包括那个长泽子啊，像那些巨乳系的我真的没敢啊。我觉得不是说不喜欢大的，它没有必要那么大啊，有那个必要吗啊？跟个球似的啊，没那个必要啊。比如说小狼说，小狼，我那个啊，对吧？我那个胸比较小，你还喜欢我吗？我说喜欢呀，你那个胸有多小啊？有没有馒头大？他说有啊。最后一发现是旺仔小馒头啊，这个难受了。好，吃了个茄子。这个一代里面是带茄子通关可以加5000分，这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个设定。但是呢，反正他吃茄子也无所谓，反正就是掉体力掉得快一点。刚才那个位置可以一下把体力全补满，也无所谓了啊，对不对？当当当，李花李子都是元老级别的演员了啊，太元老了。又是一条奖命。好，小狼点到为止就行了。靠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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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那么大干嘛呀？我跟你讲啊，真要大啊，这个身体的这个说白了，整个这个上半身的脂肪厚，它就会大啊。但是你们肯定会说不对呀，小狼，我认识的很多的人，或者说是有一些女明星，她就是很瘦，但是就是胸大，就是臀翘，怎么回事啊？当然有锻炼的啊，还有天生的啊，有锻炼的，还有天生的啊，还有很多种这个啊，咱就不多解释了，明白啥意思就好了。好了，这个是瓦龙啊，这个就是飞龙啊飞龙飞掉了，不需要啊，反正是这个意思。你像咱们好打 boss 了，他为什么把龙给废掉呢？其实你废不废掉也没有意义，打这个 boss 是不需要龙的啊。这个龙呢，当然也可以当做小宠物来帮你打，但是没有这个必要。就跟那 boss 就跟傻子似的啊，远距离一顿撇就可以了。你离得近不行，离得远可以啊。咱们说大家伙知道那个什么吧？大家伙知道有一个演员，香港演员，也是唯一一个应该第一个啊，是给自己的这个胸部做了保险的那个，就跟朗朗啊给自己那个手指头保险一样。那个女演员叫什么啊？叫叶子妹是吧？啊，那你说叶子妹虽然说长得吧，我只能说长得确实是美女，但是没那么绝色美女，长得不是很好看啊。说实在话啊，确实不是那种大美女，长得是属于比一般人要好看一点的。但是她那个身材确实是绝了，真的，身材确实是绝了啊！没法说这个事儿。那个呢，第一呢是靠天赋，那第一是靠天赋，第二人后天肯定也是有锻炼的，肯定也是有练的啊。其实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喜欢大的，你像日本的电影里面还有很多人喜欢贫乳系的，对吧？贫乳系的啊，还有那种就是个子比较矮的那种啊，就是什么143，什么147，那大家伙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啊，好，这是一个上天的钥匙啊，感觉这个摊分用技巧摊分呢用处不大。你像这一吃是50分100分，这也太少了啊，真的啊。你看，该说不说，感觉这个2代摊分比1代要难很多啊，难得多得多。主要还是要看那个吃1000分啊，吃那个1000分或者2000分的蛋啊，这是最主要的。你看这个最后的2000分啊，这是2000分，可以的啊。147系大家伙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啊，好，水龙。这水龙骑水龙，龙不会攻击啊，咱们只能是这个选择撇这个锤子。
143就是非常赖啊，143，嘚儿，100分太嘚儿了啊！啊，这一看就是水关，正好有个水啊，水龙。游啊游啊，哎，在陆地上我面，但是游泳呢，其实也快不到哪去。嘚嘚嘚，这个游戏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啊，咱们只要有足够的体力啊，就无所谓。但是想获得体力有点难啊。小海马，这种游戏我发现一件事儿啊，我就发现就是非常可爱，就是奔着可爱来的，对吧？就是为了让咱们可爱一点啊。啊，直接过图。我去，刚给我介绍一个147的，这个就是个子问题吧，其实还好啊。反正呢，女性的身高吧，我个人感觉呢，很多人说这个，我感觉就是还是小的时候没吃好，不是条件不好，就是挑食了。很多人说不能啊，那我现在也是吃，我怎么不长高呢？那不是现在嘛？小的时候呢，尤其是这个女孩啊，她这个成熟发育啊比较早，可能她到12岁呢就停止发育了，或者说是发育的就缓慢，甚至是对吧？顶天就是再快一点点，咱也不知道，可能因人而异吧。但是哥我的理解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生活条件好，真的啊，生活条件好是绝对可以让咱们这个个子长高的啊，除非要不然第一，要不然是有病啊。有可能会出现有病的这个情况啊，有可能是就是先天性的。很多人说遗传重不重要？遗传重要，但是呢，我也见识过他父亲1.7米多，大概是1.78米左右，母亲是1.68米左右，然后呢自己不到1.6米的。然后呢，你肯定会说，那肯定不是亲生的呗，还真是长得像他，对吧？长得像他爸妈，真的很像他爸妈啊！哎，就是个子矮。那可能就是有病。后来我采访了一下，也不是有病，就小时候挑食，咋都不吃，就是不吃啊。可能钙没补好啊，就是没长上，知道吧？啊，好，这个冒险岛终于多了一个往上攀爬的地图，看没看见？多了一个往上爬的地图啊，这个也是这个冒险岛1啊，这个不跟冒险岛1不太对的地方。这个地图如果有一个飞龙的话，咱们可以直接飞上来啊。速通的话是要飞上去的啊。好，我身高是179的，我爷爷的身高就是这个1.59米，然后呢不到1.6米。我爸的身高是1.69米，不到1.7米，我是1.79米，这都赶巧了，都卡在9上了啊，真的是这样的，对吧？那你像我大爷呢，大概就是1.7米多，比我爸要高一点点啊，就一点点。但是我大哥就不行，就是我大爷家的孩子，我数百兄弟。他就是1.6米几，他甚至没有他父亲高，没有到1.7米，对吧？这个就真没法说。然后我呢，我叔家的那个哥哥，因为他出生比我早，我们小时候可能出生在东北，吃香的喝辣的啊。那个时候东北就虽然说穷，但是呢，吃点什么肉啊什么的还是补得很全，而且呢，天天过年就得有好吃的，我们胃口也好。结果呢，我哥呢也是1.78米啊，你看我叔也是1.7米不到啊，但是呢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身高天注定，这个东西也没法说。你像这个还有一些，比如说你像我舅小的时候挺吃苦的啊，说白了都是那时候就饿的，大家伙都不知道懂不懂啊。那时候闯关东过来，没什么饭吃，从小没啥饭吃，饿的啊。但是呢，身高1.78米，什么都没有，那这可能就是天赋。那时候，但是呢，虽然说什么都没有啊，但该吃也吃，也不是说没有啊。好，又吃了个龙啊。感谢刚才我们的顶配50红光赠送我狼的1手办卡啊！这是火龙啊！我还是觉得屁龙帅啊！大爷、大伯、大伯都行，大伯啊，大伯也叫伯，也有这么叫的，叫大爷啊，很正常。然后这个有的地方叫的也不一样，你比如说你像那个有的人喜欢叫，比如说最小的人喜欢叫老。啊，比如说我老叔、我老姑、我老姨啊、老姨夫啊，都叫老。但是我觉得叫小比较好，我喜欢管我叔叫小叔，管我姑叫小姑，我不愿意叫老叔叫老姑
那如果要叫第3代怎么说呢？比如说你家的孩子啊，比如说他管你的妹妹啊叫老姑啊，管你的弟弟叫老叔，这都可以叫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要是你孩子的孩子管你的妹妹叫啥？对吧？他正常管你妹妹应该叫吧？如果管你那弟弟应该叫什么？正常应该叫爷爷，对吧？他总不能叫老爷爷吧？对吧？对吧？他管你的弟弟，你孙子管你弟弟应该叫爷爷，对不对？爷爷辈儿的，他怎么叫啊？大爷爷、二爷爷、老爷爷啊，叫老爷爷。这个叫奶奶叫老奶奶是吗？我操，这个就我感觉，所以说我觉得叫老有点不太好啊，对吧？老爷爷、老奶奶、老姥爷、老姥姥，最狠的是，对吧？最小的一个姥姥，也就说白了是你姥姥的最小的那个妹妹，你叫什么？叫老姥姥，太嘚儿了啊！这玩意儿是太赖了啊！感觉这可以卖龙，兄弟们啊，过来交易上了啊！这个，哎，为了打个鱼，哎呦我去，为了打个鱼容易吗？大老爷、二老爷、三老爷，然后你爸是老四，然后呢，你老四还有个弟弟，比如说你爸是老四，你就叫对吧？不是这个不是，就说啊，大爷爷、二爷爷、三爷爷，你爸是老四。你不能叫四爷爷，你得对吧？那这个你儿子得管，你儿子得管他叫爷爷啊，就是爷爷，没有1、2、3、4的4啊，就叫爷爷了。那如果说是那什么呢？如果说还有个弟弟呢，那就叫五爷爷啊，或者说叫小爷爷。但是如果叫老爷爷的话，就真嘚儿了啊。姥姥的妹妹怎么能叫奶奶呢？啊，叫姨姥，怎么还能叫奶奶啊？好的，这个小龙也帮不上忙，这小龙。小的时候，经常我问我妈：“哎妈，我为什么没有3姨？”我妈说：“你滚吧，这你啊，太嘚儿了啊。”好。哎，小花1000分，这游戏体力消耗挺快，游戏体力啊。好，再来。啊，回身一吐。喂，这大肉，这2000分啊，你什么都可以不吃，2000分不能不吃啊，就像上天似的，50、100、50、100的，但是没有这个。没有这个2000分肯定是不行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是吧？你要是叫姑奶奶，这个好整啊，它毕竟前面加了个姑字儿。是老是小，怎么叫都行。就说是直系的，对吧？就同一个性别的，比如说，对吧？你奶，对吧？你奶奶的妹妹，对吧？你或者说你爷爷的弟弟啊，或者说你姥爷的弟弟啊，你姥姥的妹妹啊，这种同性之间的啊，就很难受了啊。好，我怎么突然发现我想上厕所？我操！等会儿大家等会儿我啊。我这很快，我这不行了，我感觉喝碳酸饮料，这个肚子有点犯冲。我怎么突然啊？这种事儿，他妈的真的是服了啊！大家伙别着急，我往多了说5分钟啊，我必须要快啊。
我来啦！哎，回来了啊！这好，刚才我好像看见他把 BOSS 打死了啊！这个，哎，没办法，这个久坐啊，容易生变啊，所以说刚才我狼逃避了一小下啊，哎，非常的难受。这关有浓厚的中东风格的感觉啊。猫眼岛3也有，猫眼岛4也有的啊，以后都会说啊，都会说。可以看到啊，打了这么长时间，咱们打了20多分钟，然后才17万分数，但是远远不够。这个游戏咱们的关卡非常的多，冒险的岛也不仅仅只有一个岛啊，有很多岛，每个岛有很多的区域，所以说基本上啊，咱们可以都刷很多的分数啊。9变容易升智爽，关键是好，来看看这关的 BOSS 啊，是一个沙漠大怪。哎，火龙也可以帮着打，但这个火龙好像这个火龙有的时候跳起来打没有任何意义啊，咱不知道他图啥啊，对不对？哎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好，这又是冰川了啊！这又是冰川了啊！治疗失眠，治疗失眠，你光看不行，你还得听小狼逼一逼，是不是啊？对吧？如果不逼一逼，肯定是不行的啊。好，
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好，来看看，哎，有的时候感觉吃这个不一样啊，就感觉吃这个东西，就能把把都是那个直接的那个图啊，就是直接都是2000分啊，这2000分我觉得挺看重的，兄弟们啊，真的是挺看重的。解说小狼和小狼解说是同一个人吗？是的，但是解说小狼和解说小狗不一样，小狗是小狼的弟弟啊，表弟还是啊。刚才我准备找我表弟来解说啊，其实现在小狼还是在那个厕所里蹲着呢，我是他的表弟啊，我叫小狗啊。每天睡前都看了好几天，合金弹头刷分那真的是啊，那真的是无敌的啊。啊，屁龙啊，这可是屁龙啊！吃那个蛋是为了选关哦，这个叫逗着玩的小歪，那照这个说法明白了，他不是你说他是乱吃的，他可不是乱吃的，他是为了吃这个，他是为了选关，把所有的地图全打了。可以，你这句话说的我茅塞顿开啊，茅塞顿开啊，真是这样的啊。好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怪其实打一下100分啊，该打一点打，150分，100分。你看150分啊，有的怪。好，一个跳，再来一个反跳啊！最后就是为了那个大肉棒，你知道吧？选这个蛋啊，有这个说法。好，你要这么说的话啊，那真是我小狼孤陋寡闻了啊！所以说啊，作为一个解说不专业，是一个很嘚儿的事儿。不过还好呢，我应变能力比较强，你一说我就懂了，哎。你一说我就懂了，懂了之后，对吧？咱们接下来就是见证齐猴的时刻了，对吧？就要把这些关卡全都玩个遍，然后多刷点分儿。反正时间，哎，你看他要吃第4个蛋，是吧？对吧？啊，要吃第4个蛋。那有的时候他吃第1个蛋啊。好，屁龙，哎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屁龙啊。他这个到底是用什么东西来打的？你能告诉我吗，兄弟们？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？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好。当当当，卖龙还能赚2000，感觉就是屁龙。他到底用啥抽的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对吧？好，来看，感觉那个大多眼章鱼一定是一个大 boss 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一个大 boss 的感觉，但事实上证明好像还就那么回事儿啊。好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小曲儿真好听啊，小曲儿真的很好听。现在真没有几个那个解说好的，我怎么不解说了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不解说了？我他妈前2天比赛该说的时候我说呀，他没有比赛我不说不很正常吗？我又玩的不好，对吧？
我解说比赛的时候你不来啊，我不解说比赛的时候你来了，然后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解说，是不是有点欺负人，对不对？啊。噔噔噔噔噔，好，这个小壳打不动啊，这小壳啊，不好意思，没有，我就说这个意思啊。其实我能理解，你要真做，那就是专门做这个，你不能做别的。如果我要专门做9期的话，有一天比如说我今天我说这个街机游戏，你会发现一件事儿，你好好的9期不说，你为什么要说这个？这就很尴尬，这就很油腻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就没办法，对吧？照这个说法，我解说的好，我干脆解说足球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更火啊！因为我这个逼样的解说，说句实在话，这要不是一坐一晚上，我的段子非常的多啊，我随机应变的能力也非常强。但是如果说你非得跟我说啊，我狼啊，我想问一下你怎么样，那就没招了，对吧？对于我狼来说，就是这个路子啊，就是啊，你狼这个路子就是这个情况啊。好，一个屁龙，好，怎么说啊？红桃，红桃龙啊，红桃龙，有点赖的啊。好，上方那个蝙蝠没打到，不过无所谓啊。当当当当当当，好，感觉绕着这走了一圈啊，你看没看见啊？直接绕着这走了一圈，感觉这个红龙走的速度是真快，这个火龙性格如火啊，性如烈火。我感觉这个乌鸦长得好呆啊，这个乌鸦啊，你们没看见到？感觉这乌鸦确实很呆。好的，升天了。什么样的云彩可以把人载升天啊？筋斗云呢？我感觉这个游戏的这个跳跃控制啊，好像并没有那么难。游戏的速度可能可以随时控制啊，在空中你看可以随时控制自己的降落位置，对吧？这个设定。黑桃啊，这个是没有那个大肉棒的啊。如果有那个大肉棒的话啊，加2000分多好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大肉棒，我好猥琐呀！大肉棒，你们是不是都睡着了啊？我发现有的时候你们这看摊分真的容易睡着的啊！我研究了，尤其是我搁这小嘴巴巴的，如果搁这小嘴一顿。没有什么话题，你们就连话都不说的啊！你们连话都不说的，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？懒得打字，还是没有说到兴趣点上。好了，最后走到这个了啊，把所有的关都打完了，最后呢走到这个大章鱼这儿。这个章鱼看起来有点像终极 BOSS， 有点像那个合金弹头7最后那个 BOSS 啊。刚才真睡着了，你们睡得太香了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还能睡觉啊？还能睡着了啊？屁龙，瓦龙，好，好，感谢刚才我们的小猪助教啊，赠送我狼的1手办卡。我狼就是只求个小名啊，只求个小名，不求别的啊，对吧？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啊！我们好了，特意找一个冰锥砸一下。一会儿呢，我们看看啊，打这个 boss， 这个 boss 敢不敢像他图一样啊那么帅啊？敢不敢像那个图一样那么帅？我们看看啊，果然跟那个图一样帅，就是个头没那么大啊。好，闪身在左边，红了，红了，红了。
床前明月光，李白睡得香。床上狗男女，其中就有你。他这个一过去之后，给这个岛上插个小旗儿啊，非常赖，有点东西的啊。30岁以下还有人认识小狼吗？你就干脆说咱们直播间里面有多少个是30岁以下的？我别闹了啊！我敢说啊，我敢说60%-70%都是30岁以下的。我说这你可能不相信，但这是事实啊！你信不信啊？好久没弹钢琴了，我那个钢琴纯是背谱啊，纯是背谱，自己连点乐理都不知道啊！啊，还有说自己20的那个叫我爱情宝的，说自己20的，你要点逼脸行不行啊？不要个脸啊！然后又谎称自己18，还有一个把 C 的啊，还有一个把 C， 这他妈8岁来听小狼直播不让听啊！哎，你只要8岁，你听小狼解说不让听的啊，少儿不宜啊。这个游戏还真不是说80后玩，90后也玩，但是是90的头，基本上95后啊就没玩过了，真的啊。小的时候我很多哥们都92年的、91年的，照样玩啊。好，变成了一只水龙。啊，对，岁月那天没来，那天我解说盖世英雄你没在啊，太嘚了！解说盖世英雄的那个双吕布啊，结果你闪到了啊。我90后上的大学。什么叫90后上的大学？是90后上了大学才玩的这个吗？啊，小的时候吧，这个咱们盗版比较多，有很多人呢是在那个什么 VCD 或者 DVD 上啊可以玩这个游戏。很多人说能玩吗？还真有能玩的，我朋友就有，而且那光盘存储量就非常多了，几乎你想玩什么游戏都能玩得到了。但是那个时候也非常的晚了。但是那个拿碟玩游戏吧，有点卡。就相当于很多那个街机游戏，对吧？那个千机变的那个游戏，你玩完你会发现比较卡，这个游戏基板比较卡，这个不行啊，还得是玩原版啊。那我差不多，我上的大学生。好，感谢我们的虚总啊，虚总0001啊，虚总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嘛啊，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，就是一手飞机。好，1000分啊！这是特殊的一个门票啊，感觉像啊！感谢我们的虚总一手飞机支持我狼，今天我狼也是收入颇丰啊！非常感谢咱们各位这个小伙伴还有老板的支持啊！哎，2000分！哎，你看这个地方发一个2000分啊！改 ID 了，之前叫什么吗？改 ID 了，之前叫什么吗？啊！你说一下，我是炮王。哦，我们那啥，我们那个群里面4大王啊，排名不分先后，炮王、草王、舔王，还有一个是什么王来着？啊，大家伙帮我想一想啊。好，我记得是4大天王来着啊，还有一个是，还有个什么王啊？不是啊，舔王。哎，钥匙都不吃了吗？他刚才吃钥匙应该是上天云呐，我记得啊，可能是不合适。逼王是吗？是逼王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你问问俊哥，咱群里面那是我记错了，只有3个王：草王、舔王、炮王啊，确实都有啊。包王不是群里的呀，包王。这关的 BOSS 看起来像一个。钓鱼蟹，哎，还是一个像蝙蝠似的啊，这种。只有一个舔王，是啊，但是还有草王啊，舔王就是咱那个直播间里叫清幽玉啊。我操，那个龙怎么吃啊？我想吃那个龙挺难啊，还得跳下去，我操！撸王，德纲是什么王啊？就是顾德纲啊，看德纲是什么王，就是整清楚啊。
不是，他是炮王啊，炮王是炮王啊。钟德刚是吧？坑王，双汇王中王。哎，每次打 BOSS 之前，哎2000分，你看把龙弃掉啊，把龙弃掉，然后2000分。我们看看，这也吃第一个王了，把第一个蛋了，可能有一个绕的这么一个说法啊。我有几个王者联机？是5个还是有6个？我忘了啊。我操，这个水龙，哎，进屋喽！舔王就是群里的炮王，不是吧？不是，舔王是舔王啊，2个王啊。炮王，这叫炮王多好听啊！这叫虚总就有点太虚了啊，有点太虚了，还是叫那个舔王吧啊，不那个炮王啊，多好听啊！91炮王，对不对？好，嘚儿啊，这是2000分啊。感觉冒险岛这个游戏是真的，怎么说呢啊？就是这个小人儿吧，长得又不是很帅，长得像我家邻居，对吧？啊，我直接说我家邻居不帅就好了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好的，升天蛋，草花烂啊，一个飞龙啊。炮王是媳妇会蓝之山那个，媳妇会蓝之山是媳妇会布阵是最狠的啊。好，2000分的，哎，那个蛋都没有了啊。好的，跳没跳好啊，没吃上啊。像不像前女友的兄弟？我兄弟的前女友反过来就是前女友的兄弟是吗？不是，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那就只有一个前女友，怎么说呀？对吧？咋说呢？知道就好，别说呀。炮王已经变成空虚公子了，是吗？啊，这个主角长得像赵本山吗？还真有点像，真有点像啊。确实是，就这么一个人啊，就是主角，也都是太神奇了。所以说呢啊，大家伙儿不要以为啊，不要以为只有很多觉得只有帅哥才能当主角，大侠都是帅的啊，大侠也未必会那么帅，对吧？比如说咱们看那个白云城主叶孤城啊，这个西门吹雪，还有对吧？花满楼一代盲侠花满楼，还有陆小凤，这4个人在天台上决斗，后来被008当场抓住啊，大侠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酷啊，对吧？我操，我来到这儿，水龙被打没了，我真是醉了啊！娶了母老虎，一山不容2虎，除非一公一母。那你母老虎，那你可以摸他屁股嘛，对吧？好，这没有水龙走得太慢了。也不怕憋死，他是怎么憋死的呢？请问啊，对不对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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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想知道那个灵犀一指。如果真的有这个灵犀一指的话，我狼有这灵犀一指，那不比加藤鹰那个指还厉害？真的，那超能力啊，都是啊。椰子壳，好，
我操，这个乌鸦上有个蛋，哇，真的狠啊！谁能想到一个乌鸦里面还有一个龙蛋啊？居然把龙窝给偷了，相当的赖啊！狼叔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！直接就走第一个蛋了，应该快打 BOSS 了啊！这个游戏的世界观相当的大啊，游戏的世界观非常的大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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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这往上爬的这个地图是冒险岛啊，从来没有玩过这样的冒险岛，是不是？感觉一旦跳跃技能不好啊，容易这个时间容易体力到了之后呢没了，没体力了，特别难受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第一关左边有个房子的，你就说那应该是冒险岛4吧？我记得是啊，一上来媳妇先呀出去啦，走吧走吧，哎，打电话，老王啊，王哥啊，赵兄啊，托我办10点半什么的啊。托我找你办点事儿，赵兄托我找你办点事儿是吗？赵兄托我办点事儿，那个太狠了，那个最开始是谁发明的呢？啊，肯定是想着谐音梗的段子啊。好，好，来看这关的 BOSS 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是个什么啊？啊，这果然是你说是个蝙蝠蝎子吗？不知道是不是啊？好，2套能打死吗？没死，第3套啊。好，这个已经背板啊，把这个 BOSS 刷新位置都记下来了，没啥难度啊，确实是没啥难度啊。好，你看前插旗了，现在还有这个地图这个岛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岛，然后再加上中间那个岛，一共还有3个岛啊，就结束了啊。这个如果是速通的话，可能20分钟就速通了啊。这个打了好久。屁龙长得也可爱啊，蓝龙。打了这么多才20多万啊，这个如果是冒险岛1的话，肯定刷分比这个快，比这个多啊，不能说快，因为游戏和游戏的不一样嘛啊。而这个草花龙都不要了，我操，这是毒苹果吗？我靠，从来没见过蓝色的苹果啊！滚地龙是什么呢？飞龙不好贪，飞龙对啊，贪分为什么不用飞龙？有的地图可以用飞龙，但是咱们要贪分的嘛，对不对？这关的 BOSS 是一个老扔啊，这关是一个老扔的 BOSS 啊，设计的非常逗。水龙，刚才咱们操作有一波小失误啊，水龙不小心死掉了，被这个水雷给搞掉了。但如果搞不掉的话啊，咱们还是会快一点。感觉有的时候冒险岛在某些元素上跟这个什么挺像啊，跟这个超级玛丽对吧，也有水关。但是我想知道这个他们是怎么潜水的时候保持自己不用呼吸的呢？为什么呢啊？我就当时我记得看那个玩那个集水浒英雄卡，每一个英雄后面都有简介，最狠的简介叫活阎罗严小七儿，
据说它能憋气儿在水底下待7天7夜，我的真的服了啊！我怀疑他在吹牛逼，但是对吧？我就想啊，就是你能不能喘气儿，我先不知道。你是不是你肯定会被泡芙呢嘛，对吧？是不是被泡芙呢？咱就不说别的，对吧？直接给你泡芙呢了啊！阮小二。阮小二的名字是真不好听，阮小五、阮小七都好点，阮小二啊是真的软，我操，这名是真难受啊！你饿不饿的啊？什么浪里白条张顺啊，传火人张衡，什么又什么对吧？混江龙李俊，这都小事，就活阎罗严小七啊，人家能在那个水里面待7天7夜，我是真的醉了啊！好，2000，哎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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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哎呦，你是怎么从海上走的？没有，走到云彩上啊！这是一个云彩关，上来用那个飞龙，哎，这上来用飞龙了啊！哎，为什么不打怪了呢？刚才那几个怪不打啊！这个龙是扔石头的，你看啊，它是扔石头的这个玩法。这是纯的飞龙啊！直上云霄啊，直接过图了，飞到最点上就过图了啊！阮老大、阮老二、阮老三、阮小二、阮小七、阮小五、阮小七，就是一个是星期二生的，一个是星期五生的，一个是星期天生的。那为什么不叫星期天，对吧？为什么不叫阮小天？为什么叫阮经天？为什么不叫阮小日？啊，为什么叫阮小七儿？那可能一个是2号生的，一个是5号生的，一个是7号生的，对吧？那如果他是31号生的呢，那就阮31，对吧？对不对？这么理解可以了吧？啊，那我想问一下，那山本56是啥意思？对吧？山本56，我操，太狠了啊！上天喽！哎，你看这跳自带招安状效果啊，自带招安状啊，可以一直跳，哎，随便，哎，没吃着那个毒苹果，是一个大肉吗？不是，我操，这他妈也行，还得往回走的，往回走吃一个红龙，我操！赖逼啊！红桃龙是火龙，然后那个黑桃龙是屁龙，骗子龙是那个什么？好的，最后一个小怪，然后为了这2000分啊，为了这2000分，太狠了啊！要不我没玩啊，不是我玩啊。噔噔噔噔，沈万三这个是还是山本56啊？这山本56是真的狠。好，这个火龙踩火没事啊，这火龙啊，火龙可以随便踩火。今天左慈都来了3回了，兄弟们啊！再左慈过分了啊！好，为了要碰一下，哎，为了要碰一下，为了这分儿啊，不为了这2000分肯定是不碰。这一个龙啊，损耗一个龙也加了2000分，也算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。山本是他爸56岁的时候生的。那要是山本98，那肯定是隔壁老王生的啊。山本56，那如果叫刚才有人说沈万三，那太狠了啊！
好，感谢我们的饿秃了什么哥豆鲁赠送我狼了一个十全十美啊，非常感谢。有一些这个都有特效的啊。好，哎，刚才那个呀，只能上天了，上天能不能吃到那个？哎，吃不着，直接就上天了啊！感觉这个蛋，我实话实说啊，这个龙该说不说的，就比咱我能不能骑那个龙？刚才那个母龙啊，瓦龙啊，眼镜蛇王。好的，这是就借助它啊，借助它又吃一个龙，然后呢又那个借助它把这个龙搞掉，然后呢打2000分。我操，还没结束。猪老板来的啊！好，地头蛇、羊尾蛇、眼镜蛇。好，这个奶粉啊，一吃加2000分，然后瞬间让自己的体力全满，有点东西。这个屁龙看出来没有？它攻击力强啊！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屁龙为什么有的时候要选，因为它攻击力强。那个刚才那个铁壳都可以给它打碎的啊！正常如果其他的子弹像锤子打完之后呢，它会缩到壳里，而这一打就碎，非常的赖。你看一屁直接熏死啊！呀，正好，妈操！每次一过图这2000分啊，都得整好，真的是赖啊！好，上一个飞龙，这个情况下，他为什么要用飞龙啊？我们不知道啊。首先呢，他有的怪他也不打了。全程走左边，然后往上飞，好像时间不太够啊，感觉啊，好像时间感觉上好像是不太够，吃了一个飞龙，因为咱的体力啊，你看现在就剩2个了，体力变得非常小，上面有个奶粉，哎，如果不用飞龙还真不够啊，这个设定你看看见，这设定非常的险啊，非常险，消耗体力非常快，所以说先飞一咕噜，然后吃一个龙。然后呢，再跳，正好是有一个牛奶啊，设计的非常好。红龙，不能来个瓦龙啊！哎，这个是啊，新春福利军是什么？这个93级的号吗？没有，不可能坠机啊！这个怎么看？这个感觉有点像官方似的。好，猪哥又连了一手坠机，猪哥的坠机，然后外加这个新春福利军的一手坠机，双坠啊，双坠！我去，我狼今天是还好，明天大家伙一起来过大年啊！明天我陪大家伙跨年的，然后那个什么，然后大家伙带点酒的啊，然后猪哥也是要准备点酒，但是你能不能别准备那个叫迷失海岸系列的，因为实在是太苦了啊！我怕你喝不动啊！我说这是官方的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官方的啊！这个新春福利军是官方的话，那也太甜了吧！好的，这裤衩都看见了，升天喽！人呢？我操，人呢？过关的人没了啊！不是这个新春福利军真的是超管吗？我操，真是啊！三角龙啊，冒险岛好像好像最大最多的就是4了吧？就是 FC 平台里面，就是到4就到头了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活动一共就7天，这就快完事儿了，不是超管是机器人啊。那他为什么要送给我呢？是因为我到达了4星挑战是吗？是不是我到了4星挑战，然后给我送的这么一个福利？
因为是刚刚到了4星挑战咱们才有的这个福利的啊。我刚才看的是这个样子的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 Along 哥啊，这个 NESE 啊，这个咱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咋叫啊，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支持我狼。这次更离谱了，直接就送飞了啊，直接就送飞了，非常感谢这个我狼今天啊，这个虽然说今天严格来讲不是跨年的年，但是是真的很感谢大家。过了12点之后呢，大家伙儿就是大年30啊，虽然说谈不上过年，但是就是大年30了，兄弟们啊，可是大年30了，过一会儿。哎，不能睡吧啊，不能睡吧啊！我年底的钱还没有捂热就到媳妇那里去了，我连看看的机会都没有。但是你为什么能抽出空来，对吧？这个给你狼送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叫螃蟹啊？为什么呢啊？恶龙尼兹是什么？这个单词是 alone 啊，恶龙尼兹，这是这个是真有这个角色，还是说你们是音译的啊？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叫音译的啊？咋减肥的？控制饮食，及时锻炼，对吧？好。噔，墩儿，直接是第一个了啊！噔，每年必安排这款向我媳妇儿批，因为媳妇儿知道你治好了我的失眠，就因为治好了失眠，就这个啊。感觉这个新春福利君赠送的飞机好像不是寻常的飞机啊。是不是寻常的吗？我这个弹幕助手上的这个金钱显示数量好像是变了啊。那你说明年大年30他还会再来送福利吗？他是瞬间到达4星挑战的时候送了一下，我眼瞅着是主播完成了4星挑战，然后咔啊就直接就自动有一个这个有这么一个飞机了，就是猪哥送的一瞬间，然后新春福利金也送了啊。没有，我从来就不开瘦脸啊！我胖的时候我也不开，何况瘦了呢，对不对啊？满星给1000呢，真的假的啊？我努力，我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，现在啊，快马上到点了已经啊！现在这太过分了啊！送礼人数需要30个，需要充5星，需要30个，然后1.8万贡献，相当于1800块钱的礼物啊，这太难了啊！差不多得了，兄弟们啊，这个都是没有这个必要啊！墩儿，哎，这跳的太着急了，这一下跳这个龙一跳2个，我感觉他是特意的，还是说不想多吃一点啊？有个大肉，好的，2000分大肉要吃啊！明天有希望是吧？好像过年期间只要到达一定的数量就会给你这个。它这个设计啊，虽然说看起来挺人性化，其实无疑就是刺激消费，兄弟们啊，这不就是刺激消费吗？对不对？对吧？因为咱们的那个新春福利君是个机器人，大家伙也有知道，可能不用赶机，也不用什么的，而且呢是零成本呢，这里面没有平台抽成，平台只给你送这个东西呢，除了给你一点这个热度之外呢，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？给你热度。然后呢，你还要扣税，还要怎么样？拿到手呢，就那些是吧？啊，这个买卖挺狠啊，对吧？自产自销啊，明天有希望是吗？明天我们字母哥都说了啊，字母哥说今天送了双飞，然后明天就不送了啊，说因为明天飞机够多了，明天就不送了，对吧？这一下啊，瞬间就那什么了啊，到达1000，福利金就送飞机啊。So this guy 啊，这个福利君就是机器人。我记得去年官方还有一个活动，就是你只要播的话，就那天晚上就会给你一个火箭啊，给一个火箭的福利。虽然说呢，这个也挺好，但是咱就说这个意思啊。瑞兰出新作了，哪个新作啊？
好，这个版本就是正版的《冒险岛2》啊，这可不是改版，也不是什么悬疑版什么的。好，跳过来，就奔着这2000分啊，真的是啊，绞尽了脑汁，到现在摊了1个多小时了，才39万，相当的难的啊。天地火箭。好，这火龙，火龙可以在岩浆里面生存，也多多少少是有点赖的啊。还有多久通关？快了，还有个10来分钟吧啊，还有10分钟啊，就差不多了啊。好，升天喽！它这个每一个升天的都不一样啊，有的是云彩，有的是这个火球。但是这里面上天呢，并不是给他那个什么啊，并不是给他那个吃分的时候，是给了个龙啊。无忧哥也来了啊，无忧哥进入了直播间啊。感觉他这个火焰，就算是火龙也害怕，哎，看出来了吧？就算是火龙也特别害怕的。不过无所谓啊，哎。为什么没有2000分啊？为什么没有搞2000分啊？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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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求看牛年特效，怎么看牛年特效啊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就为了打那一个，其实打一下150分，对吧？你说你不打啊也不行，你说你打了吧啊，这是200分啊。你吃那个水果加体力，虽然说牛逼，到最后有结算，但是你想一想啊，你水果有的时候就50分啊，你这多抠啊！你说啊，你抠不抠就完了啊。黑桃龙啊，黑桃是火龙，红桃是那个屁龙啊，这我走错了，刚才说反了啊。不是过关前最后一个障碍弄掉了龙，那也太欺负人了啊！就得是最后一个障碍或者是目标。哎，你看这个小乌鸦长得多可爱。牛年限定是啥？我玩王者荣耀都是白嫖的啊！我玩王者荣耀从来都是白嫖的。我除了充了60块，充了那个6块钱的首充，然后又刚开始被人忽悠了啊，充了几个那个赠皮肤碎片啊，然后呢，好像一共花了不到50块钱玩王者荣耀啊。最嘚的是昨天那个摇一摇，摇心愿，我自己没摇出来，是有什么我一个好友帮我摇出来了，害我摇了5分钟没摇出来。他告诉我，有人已经帮你摇出来了，你就说白了，你就摇，怎么摇也没有了。他帮我摇出来的东西居然是一个摇，我操你妹的！我真服了啊，是一个摇的那个什么森，就是摇的那个半生皮肤，一个28个碎片那换的那个。他妈的，我想要那个电玩小子他不给我，我想要那个李信的他也不给我啊，不要个脸啊！他给我一个摇的，我也不玩那个英雄啊，对不对？好。这个发那个，哎，他发这个子弹，咱们可以控制啊，看一下，可以控制这个龙来打他，那个龙的攻击力可能稍微高强一点啊。让龙来喷火，可以控制这个龙啊，就是它跟着你的动作捕捉的啊，这个。好，这就剩最后一点血了，这就随便干了。这个小蝎子多多少少啊，感觉肯定好吃，绝对好吃的啊。大部分都是英雄，摇了一个摇森啊，
还是想要电玩小子，那不行，我再攒一个288个碎片换个电玩小子，其实也不需要的。我那碎片有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啊，我想玩一个英雄，我发现他连个皮肤都没有，那我最起码换一个皮肤啊，对吧？我就换了啊，有的时候忍不住我就换了。我有些不玩的英雄都有啊，比如说像什么那个司马懿我不玩，哎，我就有司马懿的皮肤啊。当然咱说实话半生嘛啊，包括那个什么孙策也是，我觉得有一个皮肤要他那个属性就够了啊，对吧？这个没准有的时候玩一玩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觉得最嘚儿的皮肤就是当你刚买完皮肤，然后呢就出新皮肤了，真的。我记得我当时喜欢玩那个真姬，我就换了一个真姬的那个新年皮肤，叫不是，好像叫花好月圆皮肤。我刚换完之后，发现周年皮肤就是真姬的，又给了我一个那个唱戏的那个皮肤，给我气逼了啊，对吧？当你刚换完一个刘禅的那个皮肤之后，你发现那个可以拿王者水晶换一个推土机，你又崩了，你会觉得去你妹的吧，精神病啊！对吧？像这种零充档最害怕的就是你好不容易攒的皮肤碎片换了个皮肤，结果人家给你个免费的，老嘚儿了，气逼了啊！给他扔床就睡着了。那个游戏叫《睡梦英雄》啊，也是 FC 游戏啊，《睡梦英雄》我前2天也是解说过的啊。有的时候也不是廉价的，其实你比如说你像那个花好月圆，就是48个皮肤碎片换的，要不然我非常可惜嘛。包括我关羽的皮肤，我换的也是也换的不是天启骑士啊，那天启骑士说白了便宜，我换的是那个新年皮肤，关羽的那个，我也不是都换最便宜的啊，有的时候也会换点好的。张飞我换的是五福同心，也不是那个28，但是张飞的皮肤好像没有那个便宜的啊，最便宜的就是那个48的还是58的，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78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那个叫什么虎将啊，乱世虎臣啊，然后再往后就是五虎将皮肤了啊。但有很多英雄就不用买了，比如说王者水晶里面有的像那个沈梦溪，还有哪吒。对，还说到哪吒也是，我气逼了啊！哪吒也是，哪吒我买了，我那时候练哪吒，有一个赛季哪吒特别猛啊，我就玩哪吒。然后呢，我就玩哪吒之后呢，我就发现那个我就得买个皮肤吧，我就买了一个三太子啊。结果刚买完三太子，他出了一个王者水晶的皮肤，我他妈的我是真服了啊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知道吧？我心态就崩了。到现在那个王者水晶我也没换。虽然说我钻石大概有好几10万啊，但是我就没换，我就气逼了，就是啊。好，100分。鲁班的皮肤，我觉得最好的还是电玩小子，手感好，我觉得手感好啊。但我现在也有皮肤的，我有的不是那个木偶太磕碜了，我是那个有点非常喜庆的那个皮肤啊。反正不是木偶就是木偶，是真不还不如原皮呢，我操！好，那个王者水晶换刘禅的我已经换了啊，贴土机挺好的啊，但是我也不玩那个英雄啊，不咋玩的啊。好。来，这个大肉，我们看看大肉啊，平白无故给一个大肉是真的嗨啊，对不对啊？我没有电玩，所以说我的心愿是电玩，他不给我呀，对吧？我没有电玩，我有体验卡呀，兄弟，你可真是啊！你以为我没体验过是不是啊？对吧？你有电玩的体验卡，而且呢，有的时候呢，跟队友双排还能共享皮肤啊，对不对？我装什么装啊？那装了。第4个蛋，第4个蛋呢就被称之为最近的蛋啊，可以走最近的地图吧，对不对？
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好的，这个龙的脸是真长啊，这个龙啊。好。哎，这个龙可以站在这儿啊！升天了，升天了，升天了，升天龙！哎，这个升天龙怎么说？我可以什么都可以吃吧，对吧？啊，我一个都不落下，是不是？啊，对不对？方片龙也可以吃，哎，它不吃啊？对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，吃完变了啊！红桃龙，好啊，不吃，啥也不吃，吃完变了啊，不吃了啊！哎呀，屏幕都有点卡了。这小翅膀啊，我操，一顿小扑了蛾子啊！好，已经是最后一关了，兄弟们啊，已经是最后一关了，相当的赖了啊！啊，这些过图，墩儿，哎，100分。好，看来这不是最后一个大关啊，还没有到 BOSS 啊。选择一个屁龙啊，又是往上爬的这个效果啊。到最顶层的话，应该是有浏览啊，这个体力降得非常快，一个不小心就会因为自己体力不足而摔死，对吧？不，体力不足而死，那就特别嘚儿，特别嘚儿了。哎。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怪啊？是一个骷髅绕火吗？这个怪看不懂啊！我操，这个蛤蟆的摔的老惨了，从空中摔。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把一只蛤蟆从直升飞机上扔下来，它会不会被摔死？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把一只老鼠啊从那个直升机扔下来，会不会摔死？自由落体那种啊！反面忍者没玩过啊。好，啊，终于到了最后了。这最后这个大蝎子为什么还要带一个大天鹅，对不对？直接选了一首水龙啊，果然是最后一关啊！这地图都会动，你要把地图动的还很邪乎呢啊！哎，这个锤子打不到石头也是可以理解。但凭什么那个火龙、屁龙什么的就能打呢啊？尤其是屁龙啊！哎，一个牛奶，这吃完瞬间体力满了。啊，这是水啊！啊，我还以为这是岩浆啊，是水啊！这个多多少少有点过分了啊！好。可以跳起来往回开枪，然后打掉这个。这水好像来事儿了。哎，他这个是不是应该借助那个东西，然后把自己龙卡下来，让2000分啊？我看看最终的 BOSS 啊。刚才你们看到多少分了吗？来看看。这是 BOSS 的第一形态啊！哎，感觉好像打的位置不对啊，只有在上面打的爽啊！粘液怪，直接打爆。还有一个啊，哎，还有一个，我们看看，啊，这个是啥？食人苍蝇啊！这苍蝇也太大了啊！感觉这个 BOSS 好像没有智商一样，这个 BOSS 就是这 BOSS 对咱们根本就没有攻击力，好吧？他一直在打这个水龙，他好像傻一样啊！他真的好傻呀啊！这个龙来吸引仇恨了，而且这个龙还是无敌的啊！这个龙还是无敌的，我是真的醉了啊！真嘚儿啊！你看，没有任何的危险啊！
咣，好，直接打爆了，这样的话就通关了啊。一个冒险岛摊分80分钟啊，把蛋扔出来，最后蛋是自己的媳妇儿。为什么自己的媳妇儿老是被抓呢？你自己不觉悟吗？而且你媳妇儿为什么老是被茄子抓？我想问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 ？What's this 呀啊？你看这不像赵本山吗？这就是赵本山，斜把脸，你看猪腰子脸啊，这赵本山嘛啊。好，在海滩上，哎呦我这个可以拍片了，这个是啊对吧啊？反正摊分多少呢？大家伙也看得很清楚了，就不多说了啊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